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.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.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. The nights 嘿嘿嘿，我是 Lex 雷克斯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啦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将会是这趟香港旅游的完结篇了啦。那还没看之前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看上一集的影片哦。这一集呢，将带你到很多很 random 的地方。这一集就是突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本来想说想吃个面包，就来了这间美生MX。一个茶餐厅吧，一个快餐店吧，我也不懂。就想说，不如就 try 一些，就是直接走进去，那就尝试一下的店铺吧。没错，在香港还蛮常看到美心的。那我们去的这一家是双湾的美心 MX， 那是一间香港连锁港式的快餐店，超多样的选择啦，有面类啊、西式早餐、猪扒、鸡扒，之后再配上奶茶和咖啡。我的早餐一定要有鸡蛋，所以这一餐刚好满足到我。好，食物到了，给吃一下。这个早餐就蛮 simple， 就是。Yeah, I think more than enough for me today. 吃吧。嗨，吃完早餐就刚好经过这家 Detour 转角的咖啡店，那有个小窗口可以打开买咖啡带走。我发现香港人都会说行街，就是我们的 take away 这个词好可爱啊。那我们这家咖啡店呢，气氛非常的休闲舒服的，然后落地大玻璃窗采光非常好呢。坐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欣赏人来人往，非常的惬意哦。那里面也有 open toast、grilled sandwich 之类的，也可以在这边吃早餐哦。拿着一杯咖啡就慢慢的在双湾休闲的逛一下啦。住了这区几天了，发现这里除了早上上班族很热闹之外呢，假日和晚上的时候这里还蛮安静的。这里少了中晚的一些拥挤啊，多了很多的老店的氛围。这里有些卖凉果、香港港式小零食的店铺，这里的凉果款式呢也非常的多，我买了几个当手信啦。那从那个中晚慢慢走到双晚吃蛋挞啦。有看我上一集影片的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很爱吃蛋挞的人哦。那没错，我又来吃蛋挞了啦。那其实我来这间蛋挞店之前呢，我有去吃香港的 KFC 蛋挞，那所以呢我又一直在找蛋挞的啦。那找到了这家 Queen Sophie， 那外面呢摆放着很多各式各样的蛋挞，看了就很想吃，对不对？有朱古力软心 cheese tart 原味的蛋挞、鲜奶塔、口塔 Portuguese tart 等等，那很多选择啊。那让我们选择了3个不一样的来尝试，吃起来都好好吃哦。那个塔皮呢，看上去一层一层的，非常的有层次，中间的蛋浆呢也不会太甜。有来双碗的可以来这一家试试看哦。嘿嘿，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了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嘿嘿。吃了那么多蛋挞，突然间想到旺角逛一逛，于是就乘搭港铁前往旺角站，那香港人气最盛的地区之一。那我觉得这里很适合体验当地人逛的菜市场。这里有卖些新鲜水果啊、蔬菜、鱼虾类，非常的热闹啦。这里沿路上有很多港式的特色怀旧小吃，那很多人都站在店铺外面等着这些看起来都好好吃的小吃。如果我是那个安迪的话，我应该会感觉到很 stress 吧。那继续走走逛逛，就看到了这个咖喱鱼蛋、咖喱鱼蛋啊，就是要试试这种港剧里面常出现的小吃啦。当然，喜欢购物的也不能错过蓝豪坊哦。逛完了旺角呢，晚上就突然间想到了早上在 Queen Sophie 对面看到的天饭送，应该是这么读吧。那中午的时候呢，非常多的上班族在排队耶，在买午餐。那由于我住的饭店呢就在这里附近，所以呢决定去试试看。那这里有很多的选择，我就选择了我最爱的咕噜肉和芥兰芥兰。我超喜欢香港的芥兰，好好吃。那他们给的分量也非常的多，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。如果你们旅游住这区的话呢，真的非常推荐你们来买哦。虽然便宜，但是也是很好吃哦。嗨，我就是
take away 来房酒店吃了，然后感觉分量超大的，才30元港币，我觉得还蛮便宜的。大家如果没时间在外面吃，不妨给打包一下 ，take away 一下，然后回酒店吃也不错的选择。今天我们换房间啦，那这一次换的这一间房间明显比我们前几天住的还要大一点，而且窗口也比较大，往外看好舒服啊。那这里的厕所空间也比上一间更大一些。那除了空间比较大之外呢，那其他的和我上一间住的房间还蛮类似的，可以点击我右上角看看上一集的影片哦。今晚就要来点不一样，选择了来到这家双碗的 Penicillin 这家酒吧。这家酒吧呢大有来头，是 Asia's Best Bar 的前50酒吧。入口呢其实是非常的隐秘，招牌呢非常的低调挂在里边。那里面的环境呢偏向于幽暗风格。进门处呢有一个很像是实验室的地方，吧台后面呢悬挂着一些深色的药品，非常的独特。这里的调酒师呢非常的友善，不知道要喝哪一款的可以问问他们哦。那这里的 vibes 呢非常的好，适合朋友一起来这边聊聊天，放松放松。来到了第二天啦，我们一早就来到了坚尼地 Kennedy Town。我超级喜欢这一区的，非常的休闲。这一个地区呢，曾经是一个传统的渔港，如今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现代感的社区。你可以漫步在街头巷尾，慢慢的发现各种各样的餐馆和咖啡馆。那在某个角落呢，不难发现这家以黑白色调打造的咖啡店，招牌呢采用的是旧式欧美戏院的风格 Winston Coffee。那这家咖啡馆呢有新鲜烘焙的咖啡豆，这里呢不仅是一处享受咖啡的好地方，同时呢也是社区的交流中心。人们呢常常在这里聚聚，感受一下坚尼地特有的社交氛围。来坚尼地的话呢，别忘了来这里品味一杯香浓的咖啡，感受一下这个地区独有的咖啡文化哦。再来一杯咖啡吧。来到这家坚尼地超有人气的 Arabica， 设计风格简约纯白，重点是这里的无敌海景啊，非常的漂亮哦。这里非常多的人来打卡拍照，特别是下午的时候，建议早一点来哦。由于第二天就要离开香港了，当然不能错过 shopping， 决定去东涌的 Outlet 走一趟。乘搭港铁到东涌，一路上的风景超漂亮的。每次从机场搭港铁到港岛的时候呢，都喜欢看窗外的风景。来到这家 Outlet 有点 surprise， 他们扩张了，里面汇集了更多的品牌，不只是楼层多了，而且面积更大。除了店铺多了之外呢，走道的设计也更宽阔了，令人逛了很舒服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逛运动服饰的人，所以这里有的品牌就像是 Nike Adidas、New Balance， 甚至是 Lululemon 都有。喜欢逛 Outlet 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哦。逛完了就去吃晚餐啦。来到了油麻地 Day， 就是为了煲仔饭。这个香喷喷的香港风味特色小吃呢，说的就是这家星记菜馆的煲仔饭。这家超有名气的，很多时候都要排队的哦。记得要早点来。店内呢是一个很典型的香港饭馆，很多的当地香港人都会来这边吃。菜单上面有很多的口味的煲仔饭让你选择，真的是太多了，多到我都不懂该选哪一个了。最后我们选择了腊肠滑鸡煲仔饭和煎蚝饼。煲仔饭送到桌上面的时候呢，会留下陶锅上面的盖子，让热气闷在锅里面，让饭先保温。然后呢，就在煲仔饭上面淋上酱油汁之后呢，整个香气就会变得浓烈。而最让人爱不释手的就是煲仔饭的底部啦，由饭粒经过高温烹煮形成的一层金黄酥脆的饭焦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饭焦的，脆脆的，好好吃啊。喜欢吃煲仔饭的千万不要错过这家哦。
吃饱了就到庙街逛一逛吧，庙街哦，那纯粹的就是来这边体验一下这边的氛围。我之前对香港庙街的印象就是来自于香港电影，这里的人潮呢还蛮多的，就像我们电视电影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带着浓浓的香港色彩。那这里拥有了各式各样的摊位，走起来也不算拥挤。经过一个像是大排档的地方吧，超多人的，里面都是香港当地人的上班族，感觉这里的食物都很好吃吧。那座位都满满的，香港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，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下一次我来这边一定要尝试一下哦。吃饱了，当然少不了饭后汤水啦。那来到这家米其林推荐的家家甜品，传统中式糖水老字号。那我来的时候刚好不需要排队，里面有很多的选择，有姜汁汤圆、杏仁糊、杨枝甘露、西米露等等。那我们2个人点了4碗，因为全部都很想试一下啦。那我们点了芝麻糊、红豆、木瓜炖雪耳和白果腐竹薏米。那吃完煲仔饭之后，再来吃这个糖水就满足了啦。最后，在香港当然少不了搭叮叮车啊！那叮叮车可是香港的象征之一啊，非常具有浓厚的怀旧风景。坐在叮叮车上面呢，仿佛穿越时空，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。你可以在叮叮车上面欣赏着香港的不同的风景，从繁华的市区呢到宁静的居民区，每一站都是一段城市的故事。那这就是香港的魅力啊！我总是觉得香港非常的吸引人，每一次来香港呢都有不同的惊喜。结束了这一趟的香港之旅呢，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舍得。在剪片的时候，看着影片里的点点滴滴，每一个画面呢都勾起当时的回忆。那香喷喷的蛋挞，这个街头巷尾的叮叮车和港铁的熟悉的声音，香港呢充满了生活，还有街道上充满生活气息的广东话。这一趟香港之旅留下的不仅仅是照片和这几个影片，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当然我还会再回去香港啦，只是写一个美美的 ending 啦。那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转发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OK。下一集我们马来西亚再见吧，拜拜啦。